他们不能不傻眼。前一夕看起来，似乎白小纯与二皇子还势均力敌，可眨眼的功夫，二皇子就喷血重伤，其他人更是一个个全部倒卷而去，尤其是还有一部分竟被这一击直接就没了劲气，只有出气儿。这就让他们全部张着大嘴，眼皮狂跳后，内心苦涩后悔到了极致。此刻前也不行，后退一样不行，如被吊在了半空中，胆战心惊后，彼此看了看，很快的，众人就一哄而散，没去鬼王花，也没去炼魂壶嘴，他们实在是怕了。此刻想的是大家散开，单独躲藏。炼魂壶世界这么大，白小纯就算要找，说不定也无法全部找到。眼看那些走到了一半的10多人，此刻四下逃遁，白小纯没去理会，他激动的心脏咚咚的加速跳动。这水泽国度，他修为突破到了元婴后，也还是首次施展，那千里的范围，近乎完整的兽爪，让他内心强烈的震动。太强了，怕是与不灭地拳都不相上下。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，他知道这一定与自己的天道元婴有关，所以才能如此强悍。心中再次感慨，自己为了天道元婴所付出的那些苦累都值了。甚至他隐隐有种预感，似乎方才那自己认为的完整兽爪，并非真正完整，仿佛这出现的爪子也仅仅是部分而已。我的本命之兽白小纯双眼冒光，一晃之下，直接就将四周那些因水泽国度出现而重创的天骄全部一一封印，扔到储物袋内。至于那位二皇子，挣扎中正要开口，可白小纯没心情去听了，直接绑走。做完这些，白小纯看向此地唯独还存在的2个人，一个是公孙毅，他依旧盘膝坐在矮峰上，闭着双眼，从始至终都没有睁开。哪怕方才白小纯那一击惊天，他也还是闭目。可白小纯的目中，这公孙毅此刻的体内似有一股气势正在不断的上升，似乎当他张开双眼的那一瞬，就是他这一生至今为止最强的一刻。白小纯的双目微微一缩后，有些不大自然的看向第2个人陈曼瑶。陈曼瑶站在那里，皱着秀眉望着白小纯。白小纯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认出了自己，心底有些紧张，可神色却让自己不露出丝毫波动，刻意的露出冰冷的气息，淡淡开口：“你从始至终没有对我出手，既如此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走吧。”白小纯似很是孤傲，话语说完便不再理会陈曼瑶，而是向着公孙毅走去，可暗中却偷偷打量陈曼瑶的神情。公孙毅眼皮瞬间就颤动起来，似乎在借助白小纯带来的压力，继续磨练他的战意，要憋到极致一般。就在白小纯距离公孙毅不到100丈的刹那，忽然的，陈曼瑶那里双眸内金芒一闪，右手刹那掐诀，立刻他的四周顿时有无数飞雪凭空幻化，直接就在他的面前形成了一面冰镜，向着白小纯一照。这一照之下，白小纯面色微变，立刻后退。在他退后的瞬间，他之前所在之处虚无瞬间冰封，咔咔声下成为了一片寒冰。这寒冰诡异，在出现后，四周寒气扩散，白小纯内心一跳，发现在这寒气下，自己的寒戒之法竟被引动，仿佛要从体内散出。好在此刻他修为强悍，念头转动时强行压下，侧头心中复杂，可神色却刻意带着愤怒，看向陈曼瑶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白小纯话语刚出口，陈曼瑶毫不理会，掐诀一指，顿时这寒冰逆转，竟成为了火焰，轰然爆开，化作火海，并非四散八方，而是冲着白小纯直接吞噬而去。目标还是如初，都是要试探白小纯体内是否存在了寒戒之力。这火焰更为直接，随着吞噬，似乎可以引起修士的本能。一旦修行寒气的修士遇到火属性之力，哪怕压制，可身体常年在寒气下，也必定会在火焰中露出破绽。白小纯额头冒汗，这种试探已经太明显了。他紧张中知道，若是继续下去，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就露出了破绽。此刻来不及多想，转身一晃，速度立刻展开，刹那就出现在了陈曼瑶的面前，右手抬起，神色却露出狰狞：“找死！”轰鸣间，白小纯一拳轰出，陈曼瑶目中却在这一瞬露出奇异之色，居然毫不闪躲，站在那里死死地盯着白小纯，任由白小纯的这一拳轰向自己。这一幕让白小纯睁大了眼，这一拳一旦落下，陈曼瑶毫不抵抗中，
不死也要重伤。白小纯赶紧收拳，可在拳头收回的瞬间，陈曼瑶的美目就露出惊喜，她咬着下唇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这一幕立刻就让白小纯明白自己上当了，这是陈曼瑶用自身去试探、去赌，狡猾啊！白小纯欲哭无泪，只能亡羊补牢，拳头虽收回，可却化作手掌，直接就拍在了陈曼瑶的身上，将其直接封印。没等陈曼瑶开口，白小纯赶紧将其一把抓住，扔到了储物袋内，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神。这都算什么事啊？白小纯心底迟疑，他估计有一半的可能，那陈曼瑶是猜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可他很是头痛，觉得自己隐藏的这么好，可怎么还会被怀疑呢？有心去问问，可他此刻真的不敢去看陈曼瑶，担心再次露出什么破绽。叹了口气，白小纯摇头，目光落在了此地最后一人公孙毅的身上。在他看去的瞬间，公孙毅的眼皮颤动更频繁。有意思，这是以我带来的压力作为磨石来练自己的战役，这种方法有用吗？白小纯哼了一声，此刻被陈曼瑶的事情弄得心烦，再没废话，瞬间直奔公孙毅。他还记得，就是这公孙毅当初的封印大网，使得自己停顿，从而被那些天骄神通轰在身上。一想到当时的危机，白小纯就心底有气。他速度飞快，刹那临近，可就在距离公孙毅10丈的瞬间，公孙毅的双眼猛地睁开，在双目开合的刹那，他的目中露出如同太阳般的强烈光芒，更有战意从体内似压抑到了极致，轰然爆发，冲天而起。白浩！公孙毅低吼中，随着全身战意的滔天，他的身体外刹那就浮现出了10万符文。这10万符文刚一出，就急速旋转环绕，化作一道道金光，远远一看，如同金色的飓风，声响震天，光芒刺目璀璨中，白小纯在他面前就仿佛是飘散的柳絮，似乎随时会被这飓风直接4分5裂。而那10万急速旋转的金色符文，更是在这高速中，好似成为了一把把无坚不摧的利刃，带着尖锐呼啸，直奔白小纯而去。这金色飓风如无坚不摧的利刃，可如今的白小纯，他的肉身防护惊人，全身更有炼灵宝物防身，不说是人形凶兽，也差不了多少。迈步间，这飓风根本就无法阻挡他的身影。砰砰之声不断传出，那些金色符文轰击在白小纯身上，可却对他没有太多影响。几乎眨眼间，他就出现在了公孙毅的面前，神色狰狞，右手握住，一拳轰去。可就在这一拳落下的刹那，公孙毅目中露出金芒，四周那10万金色符文竟刹那间直奔他而来，在其身前层层叠加，形成了一面金色的光墙，阻挡白小纯。轰鸣之音撼天而起，白小纯脚步一顿，那金色光墙颤抖，一道道裂缝咔咔出现，可却没有崩溃。光墙后的公孙毅喷出大口鲜血，借助白小纯那一顿的时间，竟没有后退半步，而是向着白小纯猛地迈出一步。白浩，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？公孙毅低喝一声，内心也大惊，体内修为被一股无形之力压制，让他立刻就明白，这白浩为何能这般强悍，怕是与此奇异术法有关。此刻来不及多想，他凭着强烈的战意压下一切体内不稳，双手掐诀向着白小纯一指，立刻这光墙自行溃散。只是在溃散的瞬间，这10万符文又重新凝聚，居然形成了一条金色的凤凰。这凤凰发出尖利之音，向着白小纯骤然冲去。这小圣王神通不俗，必定来自斗圣王。若非我没有元婴功法，且有些神通灵力消耗太大，捏死这小圣王并非困难。白小纯内心哼了一声，看出这公孙毅的修为已经是超越了元婴大圆满，似乎距离半步天人境也只差一层隔膜。只不过这隔膜很难打破，需有机缘，有大毅力才可。此刻眼看那金色凤凰吞噬而来，白小纯右手虚空一抓，顿时那把炼灵16次的黑色长枪瞬间被他握在手中，没有半点迟疑，向着来临的金色凤凰直接一枪刺去。这一枪好似开天辟地，掀起一连串的音爆，直接就与那金色凤凰碰触到了一起，声响轰鸣天地时，一股冲击扩散四方，推动公孙毅向后倒退开来。白小纯身体猛然爆发，化作一道流星追击而去，黑色长枪在手，使得白小纯这里若在远处看去，如化作了一道黑色的闪电，似要将苍穹撕裂，气势惊人。
公孙义那里直至退到了100丈开外，鲜血止不住的喷出，勉强停顿下来。眼看白小纯冲杀而至，他呼吸急促，双眼内的战意在这一刻更为强烈，大吼一声，竟没选择后退，更不是闪躲，而是向着白小纯直接冲来。我是小圣王，我岂能败在你手中？公孙义目中赤红，冲去时双手在身前猛地一按，顿时四周那10万符文瞬间凝聚，竟在他的前方化作了一把金色的战斧，向着来临的白小纯狠狠的一斧斩下。轰鸣之声再次撼动八方，那金色战斧层层崩溃，10万符文立刻溃散开来。白小纯气息微微波动，可速度却没有丝毫缓慢，穿透崩溃的战斧后，依旧化作黑色闪电，直奔公孙义。公孙义喷出鲜血无数，身体被大力轰击，推动到卷数10丈，嘴角露出惨笑，可目中的战意却没有减少丝毫。咆哮中，他似乎不顾生死，双手掐诀下，立刻四周散开的10万符文金光更为璀璨，瞬间挪移而来，竟在公孙义的面前凝聚成了一根金色的长棍。手持长棍，公孙义猛地抡起，身体更是旋转，修为之力全面爆发。而他肉身一样不俗，融合之下，居然掀起了一道金色的风暴，向着来临的白小纯狠狠一棍砸去。这公孙义的神通居然变化莫测，白小纯也心惊，对方那10万符文的变化看得他眼热，但也知道这必定是斗圣王的秘法，外人不可能掌握。眼看那金色棍子排山倒海般来临，白小纯也低吼一声，手中长枪不再是刺出，而是被他向上狠狠一撩，顿时虚无扭曲。他的修为，他的肉身之力顺着长枪悍然爆发。轰轰轰，二人又一次碰触，声响超出曾经，惊天动地中，公孙义鲜血大口大口喷出，可他仿佛癫狂，哪怕此刻伤势到了这种程度，依旧没有退后，向着白小纯再次杀来。这一次不再是棍子，那棍子瓦解，10万符文在这一刻居然于公孙义的四周相互凝聚，竟化作了整整100件法宝。这些法宝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比比皆是，可没有一个是防护，全部都是煞气惊天。随着公孙义冲向白小纯，白浩，打出你的杀手锏，要么我死，要么你亡。白小纯面色动容，这公孙义的战意之强，还有神通的诡异，乃至那种毫不畏死的疯狂，这一切都让白小纯内心震动。他首次的真正认识到了蛮荒的天骄，或许并非如自己之前所绑的那些人一样，这里面还是有那种真正具备强者之心的存在。如这公孙义，如那周鸿也勉强算得上，虽有各种瑕疵，但他们的身上那种狂暴之意，那种凶残而坚定的意志，白小纯在星空道极宗内也都少见。他不是我的对手，可依旧还是义无反顾的与我一战。联想他之前的举动，这很明显是真的拿我当成魔石，要在生死之间炼造自身。白小纯的目中露出一丝敬佩，这种对手，他觉得自己需要尊重。此刻眼看对方冲杀过来，那100件法宝煞气滔天，白小纯深吸口气，右手抬起时，手中的黑色长枪消失不见。他没有继续用法宝，而是站在天地间，身体的气息在这一瞬直接收缩，体内传出咔咔之声，精气神乃至灵魂全部都压缩下来。随着压缩，他的右手出现了黑色的漩涡，一股恐怖的波动从这漩涡内不断的扩散出来，而他的身后更是在这一瞬快速的凝聚出了一道充满了霸气的身影，穿着地袍，戴着地冠，目中带着睥睨天地之意。你要生死之前感悟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白小纯肃然的同时，也觉得自己这句话说出来，威风凛凛、牛气哄哄的样子，又手猛地握住成拳，气息沉稳，向着来临的公孙义直接一拳落下。这一拳落，并非10成，依旧还是有所保留，只有5成。可仅仅如此，也让苍穹色变，让大地轰鸣，让四周的雾气全部倒卷。那黑色漩涡更是刹那间膨胀，似形成了一个黑洞，直奔公孙义。与此同时，白小纯身后的地影此刻目中也闪露奇芒，身体扭曲，形成了一股霸道之意，融入白小纯的拳头内，融入那黑色的漩涡中，形成了白小纯的杀手锏不灭地拳。轰轰轰！这一拳打出，似乎整个天地都缓慢下来，整个世界的目光都凝聚过来，
取代了这虚无的所有，成为了此地唯一的瞩目。公孙义发出一声强烈的嘶吼，双目赤红地盯着白小纯这一拳形成的带着霸意、显得至高无上的黑洞，咆哮中双手向前大力一挥，斗圣天！随着声音如天雷般回荡，他四周那100件法宝全部加速冲出，直奔白小纯的不灭地拳而去。声响刹那震天惊地，那些法宝在碰触不灭地拳的黑洞后，竟全部崩溃开来，4分5裂，居然无法阻挡丝毫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10万符文形成的法宝碎灭，眼睁睁看着那黑洞轰然而来，要将自己吞没在内。强烈的生死危机顿时就在公孙义的心神内如滔天的大浪不断的掀起。在这掀起中，在这要被吞没的刹那，在这生与死的瞬间，公孙义的战意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更强烈的爆发。在这战意的爆发下，在这意志的疯狂中，他忽然全身猛地一震，耳边似传来咔咔的碎裂之声，好似在他身上的某种桎梏在这一刻轰然崩溃。紧接着，一股比他之前还要惊人的气势从其体内冲天爆发。随着爆发，变幻的苍穹突然出现了无数的云雾，竟在那苍穹上似乎隐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。这虚影仔细一看，竟是公孙义的面孔。虽只是刹那出现，就立刻消失，可这一瞬，他身上气势的爆发，无不说明他的修为突破了。白浩，多谢你的魔力，终让我突破修为，踏入半步天人这一步，困了我许久许久。为了感谢你，今天我不杀你，只废你修为。公孙义神色激动中带着傲然，仰天狂笑，他的心中振奋到了极致。如他所说，等这一天，他已经等了很久很久。这一次，白小纯给他的压力极大。他在第一次看到白小纯施展不灭地拳后，就深刻的意识到自己胜不了。可他的骄傲，他的自尊，让他无法承受，而唯一逆转的可能就是修为突破。所以他下了决心，要把白小纯当成魔石，借助对方的压力，先让自己战意越发强烈，直至极致后，在那生死的关头去尝试突破。要么成，一举半步天人。从此只要有一件炼灵15次以上的法宝，他就可以去借助此宝感悟天地，去冲击真正的天人境。如果败了，他相信白小纯不敢杀自己，虽会吃些苦头，可这笔买卖极为划算。此刻他狂笑中，双手掐诀，立刻他的四周虚无传来轰鸣巨响，赫然有20万金色符文瞬间出现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的漩涡，直奔白小纯不灭地拳的黑洞而去。白小纯此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整个人怔住一般。他没想到这公孙义居然真的突破了，他的办法竟真的有效果呀！白小纯吸了口气，心底颇为羡慕，更有些酸酸的，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才到了元婴中期，可对方居然只是生死间的一个磨练，修为就突破到了半步天人，这就让白小纯不舒服了。再加上这公孙义修为突破后的狂傲笑声，让白小纯很是生气了，越发看此人更不顺眼了。白眼狼啊，这是和巨鬼王一个德性，我才帮你修为突破，转眼你就要废我修为，不知感恩还要恩将仇报。白小纯心底一怒，觉得自己不能让这公孙义嚣张下去，有必要好好教训教训他，什么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修为突破又如何？你家白爷爷还是要绑了你。白小纯眼中露出血丝，此刻低吼一声，抬起的右手拳头松开，可在松开的瞬间又猛地攥紧，再一次狠狠一拳轰出。这不是又打出的不灭地拳，而是将之前没有用出的部分力量加入进去，使得这不灭地拳威力顿时暴增起来。白小纯更是全身震动，在原有的5成基础上再加3成肉身之力，在这一刻轰轰而起，以骨为根基，以血肉为震荡，以皮为爆，轰然而出。那不灭地拳的黑色漩涡竟在这一刻猛地散出惊人的黑芒，庞大了1倍有余。现在速度更快的同时，那股霸道之意也更为强烈的掠天而起，直奔公孙义而去。让你再嚣张，给我镇压！白小纯大吼中，声音超越天雷。公孙义原本激动的神情还停留在脸上，此刻竟猛地大变，露出无法置信，更有不可思议。他的金色漩涡在与黑洞碰触的瞬间骤然崩溃，20万金色符文层层碎裂，齐齐爆开。那黑洞如同黑色的拳头，眨眼间就出现在了公孙义的面前。不可能，我是半步天人，我怎么会输？
公孙义神色已变得扭曲，歇斯底里的嘶吼中，双手掐诀，运转全身修为，要去抵抗。别说你半步天人，就算是天人，你家白爷爷都战过4个，你算老几？镇压，镇压，镇压！打你个白眼狼！白小纯豪迈的大吼中，身体一跃而起，竟与那黑洞融在一起。眨眼间，黑洞之力再次狂暴，向着公孙义狠狠地轰来。天道元婴本命5行神光也全面爆发，轰隆隆，强烈的声响仿佛让这整个炼魂湖世界都震动了几下。黑洞消散，公孙义发出凄厉的惨叫，鲜血不要命似的不断喷出，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，被这股大力轰得倒卷而去。他的胸口模糊一片，他的身体扭曲，甚至肉身满是裂口，就连元婴也都萎靡下来。可更受打击的是他的骄傲，他的自尊。怎么会如此前一刻突破的狂喜傲然，此时的猛然重创，急转直下的落差，让公孙义心里满是茫然，眼前发黑，意识涣散。还没等他控制住倒退而去的身体，白小纯的身影呼啸而来，速度之快，刹那就追了上去。右手抬起，向着公孙义狠狠的一巴掌落下，砰的一声，直接将公孙义封印，抓住后扔到了储物袋内。做完这一切，白小纯气喘吁吁，直接就落在了下方的盆地山脉上，坐在那里，面色有些苍白。不灭地拳的8成之力出手，让他这里肉身之力一下子就见底了。此刻虚弱中，喘息都觉得全身刺痛无比。好在肉身虽虚，可他一身天道元婴的修为还在，这也是他敢打出8成不灭地拳的底气。让你们欺负人！白爷一发火，我自己都害怕，真当我费尽辛苦的不死身，还有天道元婴是纸糊的啊！白小纯内心嘚瑟的嘀咕了几句，回想自己进入炼魂湖后的一幕幕，他也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，更深深的佩服起自己了。我现在胆子真的比以前大了。白小纯嘴里念叨，琢磨着自己自从冒险去了白家，然后绑了白家族长，似乎有些上瘾了，于是又绑了巨鬼王，眼下更是将这整个蛮荒的绝大多数所谓天骄几乎全部都绑了。可以想象，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他的名字在蛮荒必定引发滔天的轰动，都怪巨鬼王那个老家伙。白小纯觉得全身酸痛，抬头看了看不远处那白色镜子内的鬼王花，此刻这朵花距离盛开已经很近了，甚至都可以看到在那花蕊中有一枚青色的果实正在飞速的生长，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花结果。看着鬼王花，白小纯心底又郁闷一番，想起了要报复巨鬼王的计划，于是哼了几声，从储物袋内将二皇子、公孙义等人一一扔了出来。这些人大多昏迷，可也有一些清醒，此刻看向白小纯时，都面色苍白，露出惊惶。尤其是二皇子，似乎想要开口说些什么，可白小纯一瞪眼，直接拎着永夜伞戳了过去。别和我说话，我有洁癖。白浩，你听我啊！二皇子话语还没等说完，就面色大变，整个人就哆嗦起来，发出惨叫，身体的生机瞬间就被永夜伞吸走大半，眨眼间就皮包骨了。戳完二皇子，白小纯又看向其他人，走过去一个个戳了个遍。这些蛮荒天骄惨叫中，有的忍不住破口大骂：“白浩，你敢！我爹不会放过你！白浩，你这是自掘退路！”可骂得越痛快，白小纯吸的生机就越多。如此一来，其他人有的学聪明了，颤抖中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。对于这样的聪明人，白小纯也就心软，没有抽到只剩下一丝。最后，他到了公孙义的面前，公孙义抬头，复杂地看着白小纯，那目中带着苦涩，但战意却没有消失。对于公孙义，白小纯心中是有些佩服的，有些迟疑要不要吸了此人的生机，于是问了一句：“以后咱们再看到你还对我动手吗？日后再见，自然还要战你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亲手将你踏在脚下。”公孙义目中战意仍盛，隐隐煞气弥漫。你奶奶的，说句好听的话不行啊，非要打打杀杀的！白小纯一瞪眼，永夜伞直接就戳了过去，将众人生机都收割了个遍。白小纯再次将这些战利品绑了，统统扔到储物袋内，这才盘膝坐下，神识警惕四方时，开始修炼不死骨。时间流逝，3个时辰后，白小纯体内传出砰砰巨响，他双目骤然睁开，有金色的光芒闪耀，体内的暖意极为强烈，肉身之力全部恢复不说，更是感受到自己的防护再进一层。
翠谷境第7重白小纯激动低语，正要起身感受一下随着翠谷第7重的到来，身体内的更多变化时，忽然白小纯神色一动，蓦然抬头看向不远处那白色禁制内的鬼王花。炼魂湖世界内，一条条山脉汇聚的中心点形成的盆地上方，那朵巨大的鬼王花此刻彻底盛开，一片片花瓣弯曲，散发出阵阵的清香。这香气扩散四方后，竟让这原本昏暗的苍穹更为阴暗下来，甚至眨眼间，天空成为了黑色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浓郁的死亡的气息更是从这花朵内散出，瞬间就弥漫了整个炼魂湖的世界。此地的雾气内，所有的厉鬼冤魂此刻都颤抖中，一个个向着鬼王花所在方向齐齐跪拜下来。他们的目中带着恭敬，带着狂热，似乎正在膜拜他们的王。而此刻，随着鬼王花的盛开，其内那原本青色的果实正肉眼可见的化作黑色，隐隐的可以看到其上似乎出现了一个狰狞的鬼脸。白小纯一眼就认出这鬼脸的样子，居然与巨鬼城的巨鬼雕像一模一样。很显然，此果之所以对巨鬼王有大用，必然是巨鬼王的功法的来与这鬼王国有极大的关联。只不过具体的事情，白小纯不知晓。他此刻沉住呼吸，目光炯炯。在他的注目下，很快的，那鬼王花的花瓣竟一一脱落，随着落下，化作了一团团雾气，消失在了地面上。当最后一片花瓣也消失后，那鬼王花的果实彻彻底底的成为黑色。就在这一瞬，一股惊人的吸力瞬间从那白色禁制内的漩涡中爆发出来。那鬼王花的果实在这吸力下缓缓升空，直至消失在了漩涡内。在其消失的刹那，这白色禁制的光芒也都似完成了使命，慢慢的化作点点金光，没有回到白小纯体内，而是消散在了四方。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发生，白小纯长出一口气，心底郁闷中知道无论如何，巨鬼王也都算是得偿所愿，唯独差点牺牲的是自己，这是没完。白小纯一想到自己这些天虽战无不胜，可却很是心惊肉跳的担惊受怕，就内心气愤，甚至觉得这种事巨鬼王何不与自己直说？这分明是不相信我，担心和我直说，我不敢来。哼，我是那种人吗？这点危险我就会害怕吗？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？白小纯想到这里，忽然有些心虚，赶紧打消去深思一旦自己提前知晓到底敢不敢来这个问题，转身直奔炼魂湖嘴的方向。同一时间，炼魂湖世界再次震动，尤其是湖嘴的区域更是如此。隐隐的似正在开启，还有10多人逃走了，估计此刻散在四方。而这出去的时间只有1个时辰，罢了，既然他们逃了，我就饶了他们一次。实在是白小纯此刻紧张，他时而看向自己储物袋，知道自己这一次也算是干了一件大事。那一储物袋的烫手山芋，白小纯可不想长久拿着，这份大礼他心急献给巨鬼王，此刻速度爆发，化作一道长虹，直奔炼魂湖嘴。可就在他快要靠近时，忽然的竟有一道长虹从另一个距离这炼魂湖嘴更近的方向，居然抢在白小纯前方，出现在了那炼魂湖嘴的区域内。正是灵灵城的郡主许山，他站在那里，身后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这漩涡正是炼魂湖的出口所在，踏入漩涡内就可离开炼魂湖。可他却没有踏入，而是站在那里，如堵着门一样，抬头遥望急速而来的白小纯。更让白小纯郁闷的是，这许山身上的玉佩此刻散出光芒，竟将那出口漩涡也都包裹在内了。白浩，我看你这一次怎么躲？许山一脸得意，声音传出。白小纯愁眉苦脸看着许山，头都大了。这一次进入炼魂湖的众人里，他原本只对陈曼瑶头痛，可却没想到这个许山更让自己头痛。打又打不动，对方若是铁了心就站在那里堵着门，自己想要出去，说不定还要费一些手脚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白小纯无奈道。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为什么你看到我就跑？许山睁着大眼睛，蛮横的怒问道。你身上有你爹给的玉佩，我打不动，浪费时间，当然要跑了。白小纯叹了口气，解释了一句，琢磨着若能用言辞将对方劝走，也省了自己出手。浪费时间？哼！你将我们所有人都绑走了，意欲何为？许山双眼闪动了一下，露出凌厉之芒，问道。
这个此事是巨鬼王的命令，我一个小人物，只能遵从王爷的法旨啊。白小纯很是委屈，看着许山。真的？许山狐疑。千真万确。白小纯赶紧保证，迟疑了一下，又道：那个，我们就别出手了，你让我走好不好？许山沉默少顷，看着白小纯，似在确认他所说的是不是实话。若是换了平时，他自然有自己的判断，不会轻易相信别人。可眼下他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对于白小纯说的话，从心底愿意选择相信半晌之后，他忽然一拍储物袋，袖子一甩，竟有10多个蛮荒魂修被扔了出来。这些人赫然都是那些权贵家族的天骄，此刻一个个鼻青脸肿，都被封印了修为，此刻被堆积在一起，一个个心底都在怒骂，可却不敢开口，惶然地看了看许山，又看了看白小纯。这一幕让白小纯一愣，这些人正是之前认输之后又反复，再被白小纯吓得四散逃走的那些人。白小纯没想到自己在心中都将他们放了，可却被许山这个女魔头抓到。这个白小纯有些发懵，看向许山，搞不懂这豹女此番行为意欲何为。既然是巨鬼王的命令，你把他们都带走吧。许山飞快地看了白小纯一眼，目光不再锐利，声音也没有那么大，而是小了一些，就连双眸内也都出现了一些异样的神采。白小纯更懵，许山目中的异样，他看到了，可却觉得这太匪夷所思了，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看错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巨鬼王说的帮手。白小纯脑中灵光一闪，脱口而出：你才是巨鬼王的帮手。许山不知为何听到这句话后又怒了起来，狠狠一跺脚，竟蓦然飞出，直奔白小纯，双手握拳后，肉身之力骤然展开，直接轰来，一言不合就开打。这许山脑子有问题。白小纯苦笑，叹了口气，一步走出时大吼一声：你有本事，不用玉佩！白小纯高呼一声，右手抬起，直接一拳落下。不用就不用。许山似犯起了倔，直接收起了玉佩之光，直奔白小纯。轰鸣声回荡，更有波纹传出，许山的肉身之力一样强悍，可生生接下白小纯这一拳后，依旧还是鲜血喷出，体内咔咔声下，顿时重创。可他目中异彩却更多，再次冲来。这许山脑子虽坏了，可也是妖女啊，他目中的光芒，这是要乱我心绪。白小纯迟疑后，很是睿智的赶紧提醒警惕自己。眨眼间，白小纯再次出手，许山喷出鲜血，身体倒退。白小纯目光一闪，发现从始至终这许山都没有动用玉佩的防护，心底再次觉得这许山脑子的确是出了问题。趁着对方后退时，白小纯速度蓦然爆发，刹那临近，右手抬起，这一次不再是拳头，而是一掌落在许山后背上，修为融入，直接将其封印。这一切行云流水，顺利的让白小纯都觉得意外。抓着这许山后，白小纯心脏砰砰急速跳动，觉得这可是一条大鱼啊，这下可包圆了，吸了他的生机，我说不定能到淬谷第8重。白小纯一想到这里，立刻就将永夜伞取出，正犹豫要不要戳过去，可就在这时，许山望着白小纯的眼睛，根本就不看那永夜伞，目中异样神采极为明显，大声开口：白浩，我喜欢你。啊！白小纯吓得猛地一松手，许山的这句话如同一道霹雳落入到了白小纯的耳中，让他瞬间傻眼。他之前虽看到了许山目中的异样，有些怀疑，可还是觉得这种事太过匪夷所思了，来得太突然，所以觉得不可能。毕竟他在几天前才与这许山第一次见面，二人之间更是都处于敌对之中。白小纯实在想不出来自己到底是什么地方吸引了眼前这个豹女许山。白小纯眼神有些发呆，下意识地扫了扫许山的脸蛋以及全身。这许山虽暴力，可模样还是不错的。不过白小纯很快就纠正自己的心态，不行，这许山脑袋有问题，更是暴力，不适合我啊！我有小肚肚，有君婉姐姐，有小妹，还有逆河宗那数百上千的爱慕者爱，实在太优秀了，走到哪里都有女孩主动追求，我也头痛啊！白小纯内心感慨，可心中那美滋滋的得意劲儿，此刻早已扩散全身。那是一种强烈的自信，更有骄傲。尤其是想到自己当年还收下过那么多情书后，白小纯对自己的魅力已经觉得天下无敌了。四周那些被封印的10多人也同样傻眼了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
只觉得脑海嗡鸣，有些脑子慢的一时竟有些转不过弯来，只觉不可思议。白小纯感叹一声，抬起的永夜伞，此刻说什么也戳不下去了，心中感慨一番。他没时间理会这许山，将其抓着扔到储物袋内。不过想起这豹女毕竟是自己的爱慕者，于是，在储物袋内单独给她了一片区域。这种区别对待的还有陈曼瑶。至于四周那10多个蛮荒修士，则被白小纯挨个戳透吸了一遍，随后一股脑的扔到储物袋，与一群人堆积在一起。做完这些，白小纯调整下呼吸，看着眼前的漩涡出口，心跳有些急促，沉吟一番，双手在头发上一顿乱抓，更是撕破衣衫，甚至觉得还不稳妥。他一咬牙，竟给了自己一掌，生生挤出一口鲜血，这才迈步刹那踏入漩涡内。此刻在炼魂湖外，四周上百人正默默等待，无论是带着周红到来的那位双目昏暗的老者，还是许山的护道老妪，此刻都神色如常。他们相信自家世子郡主的实力，在这炼魂湖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。至于白小纯他们直接忽略，没人认为此子能翻起什么大浪。就连带着二皇子到来的那位中年男子，也是同样的思绪，神色平静，望着已经开启的炼魂湖，等待里面的人出来。这3人都如此，更不用说四周其他天骄的护道者们了。他们来自各个权贵家族，此刻都很轻松，有的还在笑谈，显然已经笃定了，这一次3大天王联手之下，巨鬼王必输无疑，实在是没有胜出的可能。至于白浩他们，哪怕之前隐隐听说了他的一些传言，可依旧直接就否定了，甚至还有不少人心中已经猜测，那白浩或许早已陨落。唯独让他们还有心思的，就是那鬼王果最终到底是被哪一位天王的人所获得。此刻相互笑谈时，有一些人甚至都打起赌来。炼魂湖开启了，这一次若无意外，应该是小圣王得手。不一定，许山郡主的性格可不是个服软的人，他要蛮横起来，就算是小圣王也有的头痛。周红世子枭雄性格，他们那一代的天骄大都对他心服口服。我看周红世子机会更大，毕竟此番依靠的可不仅仅是个人战力。众人笑谈的声音落入吴长恭耳中，让吴长恭心底暗叹，默默地站在那里，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他猜不透巨鬼王的心思，如此大事，若是换了他来安排，必定不会只让白小纯一人去，说什么也要发动全部势力，让那些亲信巨鬼王的家族出动。这样的话，或许还有一些争夺的可能。但眼下，就算是他也都不认为一个白浩可以逆转干坤。即便他比所有人更了解白浩，也知道他的勇猛，可炼魂湖内的争夺与在3大天人手中逃脱不是一回事。只能相信王爷自有安排了。无常躬身吸口气，想到巨鬼城之前3大天人叛变时巨鬼王的那种种手段，内心多少的也再次升起了一丝期待。就在众人笑谈中等待时，忽然的那炼魂湖猛地震动，其内传出轰隆隆的巨响，更是从湖嘴的位置，此刻有稀薄的雾气飘散出来。这一幕立刻就使得四周众人纷纷目光看去。九幽城的老者、零陵城的老妪，还有葵黄城的中年男子，3人目带金芒，似要看透这炼魂湖，锁定在了湖嘴的通道出口。到底谁第一个出来？众人纷纷期待。吴长恭摇头，他不认为白浩能首个出现，可也目光扫了过去。在这众人全部看去的瞬间，突然的一道狼狈的身影从那湖嘴通道内急速飞出，嗖的一声就冲出了炼魂湖。是他？怎么他第一个出来了？白浩他居然没死在里面。四周众人纷纷一愣，就连吴长恭也都呆了一下，目中露出不可思议。那出现的人自然就是白小纯了。白小纯披头散发，衣衫残破，甚至气息也都很是虚弱，面色更是难看到了极致一般。那紧锁的眉头中透出一股憋屈，这憋屈似极为强烈，众人只是看一眼，就立刻能感受得到此人内心的郁闷，怕是已到了发狂的程度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白小纯咬牙切齿，神色悲愤无比的冲出，那苦涩与愤怒极为强烈，此刻一冲出就直奔吴长恭而去。我们走。这语气再带着委屈，更有惨烈之意，似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灰般。说完，看不都看吴长恭。白小纯向着远处一路悲愤的远去，可他心中如今却是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。这种当着对方长辈的面
暗度陈仓的做法，让他觉得刺激的同时，也紧张的不得了。一想到若被人看出端倪，搜查之下，这些人估计就疯了。吴长恭一愣，面色也沉了下来，暗叹一声，隐隐猜到了，在那炼魂湖内，这白浩必定是被欺负的极惨。他摇头无奈，一晃之下追了上去，与白小纯一同离开。看着他们二人的身影，此地众人有不少直接笑了。我知道这白浩为何第一个出来了，他之前必定是被欺负大了，不敢去争夺，只能远远的躲在炼魂湖嘴，所以此地一开启，他就跑出来了。这白浩也有其不俗之处，我本以为他会死在里面，不过经此教训后，他这一生都要低头。这一次他估计被教训得很惨。他能活着，应该是世子等人不愿太过招惹巨鬼王，可对这白浩的教训不会少了。此人身上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让他羞辱的事情，看吧，一会众人出来后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四周这些护道者纷纷笑道：“这倒不是白小纯的演技多么天衣无缝，最根本的原因是众人思想中的盲点。毕竟一个人与100多人，这差距太大了。就连九幽城的老者与零陵城的老妪，还有那位葵黄城的中年男子，3人也都没有去在意离去的白小纯。众人都目光继续看向炼魂湖，不疾不徐的等待。很快的过去了1炷香，有人心中略急，可一想到里面的争夺现在或许正激烈，也就安稳下来。而此刻，在这片区域外，白小纯的速度却越来越快。吴长恭在他身边，眼看白小纯如此，正要开口时，白小纯忽然低声快速说道：“吴长老哥，赶紧拿出鬼王舟啊！”这话语都带着颤音了，可见白小纯现在的紧张程度，这就让吴长恭愣住。怎么回事？吴长恭赶紧取出鬼王舟，白小纯一跃踏上，长舒口气，连忙开口：“快跑！”途中，吴长恭多次想要张嘴去问，可他有种极为不妙的预感，犹豫再三，打量了白小纯一番，看到站在自己身边的白小纯面色苍白，似惊疑不定，不时的回头看向身后，似乎觉得速度还是太慢，还经常催促自己。这一切让吴长恭内心再次咯噔一声，这家伙他到底干了什么事？吴长恭越发心惊，全力涌入鬼王舟内，使得鬼王舟速度更快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半晌之后，吴长恭没忍住问了出来。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把进去的所有人都给绑了，在这里呢。白小纯干咳一声，虽此刻很是后怕，可这种卖弄的时刻，他是自然而然的就抬起头来，风轻云淡般的回了一句：“什么？把所有人都绑了？”哪怕吴长恭是天人，此刻也都脑海嗡的一声，像被大锤砸中一般，彻底傻眼。随后倒吸口气，无法置信的看着白小纯，不由自主的又看向白小纯的储物袋，面皮抽动起来。你吴长恭呼吸都不稳了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，可却明白此事之大，无法形容。他不由得用出所有潜力，修为12分的爆发出来，融入鬼王舟内，使得鬼王舟的速度达到了他能做到的极致。轰鸣而去，在白小纯与吴长恭全力催动鬼王舟向着巨鬼城急速逃遁时，炼魂湖外那些随着自家天骄来临的护道者们渐渐都觉得有些蹊跷了。尤其是来自九幽城的那位老者，更是眉头紧锁，望着炼魂湖，目中露出深邃之芒。只是他虽是天人修士，可这炼魂湖奇异，以他的修为根本就看不透炼魂湖内的天地。